据了解，抱怨的台军士兵目前正在岛内新竹湖口陆军训练北区联合测考中心服役，所以按照逻辑顺算下来，这里很可能有美军秘密入驻。这名士兵抱怨的话大概是这样的：明明是付一样的钱，为什么美方可以喝瓶装奶，而我们却只能喝可怜的泡奶粉？也就是说，如果这里真的有美军秘密入驻，那么这样双方待遇不公平、美方待遇太好的言论，就透露出了一个十分危险的事实，那就是台当局再次作为美军手中的棋子，再次对华出手了。这无疑是一件令人心惊的事情。台岛作为中国的领土，美军却在解放军丝毫不知道的情况下秘密入驻，这完全就是一副要挑起台海冲突的表现。而这个假设一旦成立，那么美国和台当局密谋着什么就可见一斑。不过目前台当局和美军方面都没有公开对这件事情表态，也就是说，虽然没有承认，却同样没有否认，而是保持沉默。当然，这件事儿就算是事实，美军和台当局也绝不敢承认的。毕竟美国插手中国内政还没完呢，如果再次派遣驻军，那就有点得寸进尺了，就是要逼中国翻脸的节奏了。从最新发生的事情来看，首先美军刚刚帮助台当局在岛内试射 AIM-120 导弹，而美军援助旅5月1号正式从阿富汗撤军转移至亚太，难保不会出现美军悄悄上岛的行为。此前南海战略态势感知也称，一艘行动路线十分诡异，疑似美军间谍船的民船停靠在台岛港口，当时就有不少人怀疑这艘民船的停靠用意，所以美军很可能是在悄无声息地运送士兵。甚至早在去年的时候，在一次关于台当局巡视军用重地的时候，就曾流传出了一次有关于美方秘密入驻台岛的消息，如今看来似乎是真事儿。美军这些年应该断断续续地派出过不少军队入驻台岛军事基地。其次，最近美军频繁联合盟友在中国附近海域进行军事演习，不断对华发出挑衅信号，再加上这次被曝的秘密驻军事件，美军对华的动作已经越来越不掩藏了。这个很可能就是台海局势已然要升级的架势。此前解放军已经明确警告，美军不应和台岛有任何意义上的军事往来，所以台当局如果依然要亲美，那么解放军也不会再容忍台当局，必然快速收复台湾。而最近解放军军机巡台动作虽然没有公告出来，但是却依然一切照旧，该巡视还是要巡视的。所以一旦岛内有任何异动，那么解放军即可随时上岛。而反观台当局，无疑是在与虎谋皮，美国对华出手，对台当局也从来没安什么好心。没有大陆，美国还能把一个小小的岛屿放在眼里？众所周知，美军军机在中国南海附近巡逻已经成为了常态，却少有人关注到解放军军机对台巡逻同样已成常态，更是做到了逢机必查、逢舰必跟的信条。就目前解放军巡台架势来看，对台岛巡逻已经是解放军的日常任务了。同样，对于美军军机的来访，解放军军机跟机飞行也成为了常态。据媒体报道，5月16号当天是解放军5月份连续9天的巡台，而这个数字在5月17号则又长了。到5月17号当天，解放军已经是连续第10天了。而据目前不完全的统计，到5月17号同样也是解放军第15天的巡逻。也就是说，自从5月开始，解放军基本上都是每天巡台。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解放军如今对台岛的巡逻依然进入了日常化。而且解放军如今巡台不仅是日常化，同样还有战备化。就2021年开始的众多记录来看，不仅有白天夜晚的全天候巡台，还有小机群巡台、大机群巡台，以及一天之内多频次巡台等。有分析人士统计，自从2021年开始，解放军仅仅不到半年的军机巡台时间，就已经和2020年全年的巡台次数差不多了。当然，这一次解放军军机巡台可不简简单单的就真的是巡台了。据悉，在5月17号当天，同一区域的领空内还有一架美军机，也就是说，解放军军机很可能就是冲着美军军机去的。毕竟美军如今把南海当作无人之地随意进出，但是解放军在附近还是要执行逢机必查、逢舰必跟的。特别是近日还有美军疑似驻军台岛的事情被爆出来，这无疑是让美军又拉了一把仇恨。我国早就有言在先，台岛是中国内政，任何外部势力都无权插手。美军不仅军事插手，军机还不把自己当外人的巡逻，真以为全世界都要捧着他美国吗？所以总归是要让美军相信解放军是有硬碰硬的决心的。
当然，刨除美军这一点来说，解放军这常态化的巡逻也是向台岛发出强烈信号：其一，抗拒是无效的。就比如此前吴谦大校评价岛内设立的什么警告区、什么摧毁区，称其实都是无效的。因为台岛是属于中国的领土，解放军军机在台岛巡逻是正常合法。其二，勾结外部势力更是只能加速自己的毁灭。美国一再向台岛发送错误信号，以至于岛内还真以为自己是天选之子，一再向解放军挑衅。据统计，2021年台军广播区里解放军巡逻军机共计325次。要知道，一年也才365天，解放军巡逻自家地盘还要被驱赶。用句网络流行词句来说，好好活着不好吗？解放军不仅敢向美军硬碰硬，对其他人同样不会手软。毕竟解放军从来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中国统一是历史进程，是无法阻挡的。自从5月10号冲突爆发以来，巴以局势开始朝着愈演愈烈的方向发展。分析人士指出，这次巴以之间的交火激烈程度已达到了近些年之最。据最新消息显示，加沙地带的武装人员已经向以色列发射了约3100枚火箭弹，而以军方面发动的空袭举动共摧毁了加沙地带的1500余个地面目标。更为重要的是，巴以冲突的急剧升温将会加剧中东地区的紧张，进而牵动全球的神经。我们知道，中东地区素有世界火药桶之称，一方面中东国家内部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而另一方面以美俄为首的外部势力的介入，使得这一局势更加错综复杂。很显然的一点是，如果任由这局势恶化下去，其波及范围必将扩大至整个中东乃至全世界。在这样的情况下，被迫晋升良久的联合国终于发声了。日前，联合国秘书长特雷斯发出强烈呼吁，希望巴以双方尽快结束敌对行动，关于在加沙地带的一切战斗必须立即停止。作为维护世界和平的中坚力量，联合国安理会的这一发声至关重要。其实，早在巴以冲突爆发之初，联合国安理会就曾经召开过相关的紧急会议，以对巴以冲突局势降温，但是接二连三的磋商都被美国否决了。我们知道，以色列一直都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最忠实的盟友。可以说，巴以冲突发展到如今这个地步，很大程度上少不了美国在后面撑腰纵容。而对这一次的巴以冲突，美国仍然沿袭其一贯的做法，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据美国国会的知情人士透露称，美国已经批准向以色列出售大批量的精确制导武器，总价值7.35亿美元。毫无疑问，美国在巴以冲突局势紧张不下的时候给以色列递刀，无疑将会进一步加剧紧张局势。有人说，全世界的人们都知道美国是靠战争发家的，因此对于美国而言，冲突扩大才是美国乐于看到的。但是这一次也会是这样吗？不少信息表明，美国在这个时候向以色列递刀，实则是害了自己。美军再一次偏袒以色列的态度，已经引发了全球抗议。美国本土甚至欧盟多国都爆发了相应的抗议示威游行活动，这也将会再一次影响美国的国际声誉。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对巴以局势的介入，会再一次让美国深陷中东泥潭，让其中东战略的收缩计划功亏一篑。可以说，美国现在想收手并不是那么简单，其再次介入只会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